過嚟到底？做爛已經甩咗咯。你係難過。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昨天，也就是7月6号，广西南宁衡州六兰村洪水经过的场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画面中有2个人站在屋顶上呼救。广西话比较难懂啊，距离也比较远，我听了半天，听了好几遍，没听出来这2个人在喊什么啊。係難啦，咪難過。但是大家通过语气可以听出来，这2个人非常焦急，肯定是在喊救命啊。这房子前面应该就是洪水的主水道。那水势的浪头啊，特别的急啊！他的房子后面呢，那水势啊虽然没有那么凶猛啊，但是看起来非常深，估计这2个人想自己跑是跑不了了。这水到底有多深呢？我们不知道啊，但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房子后面有个电线杆，这电线杆的电线啊，距离水面大概也就是1米左右了。那一个电线杆7、8米高，10来米高的都有啊。这水我估计啊，肯定是6、7米、7、8米深啊。那房子啊，一般农村盖的都是3层。你看那水已经没过了前面的2层，奔着第3层去了啊！但大家可以看，那水势特别湍急啊，那水冲的这个房子，农村的房子建的不是特别结实啊，给人感觉这房子啊摇摇欲坠，随时都可以能垮塌。这房子如果垮了，我估计这2个人呢就凶多吉少。我最早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啊，有人还在视频上打着2行字，说这2个人后来都被获救了。这2个人到底有没有获救，怎么获救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知道啊，就是这个洪水啊，确实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洪水是怎么来的呢？就在这个六兰村的上游啊，有一个六兰水库。这六兰水库啊，在7月6号上午10点20分呢，漫堤溃坝了。啊，六兰水库，那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受平，泥土都被冲走完了，一片汪洋啊！六兰呢？现场有村民啊，也拍到了这漫堤溃坝的场景啊。这大坝啊，挺长的，漫堤一共有2个溃口，溃口的宽度呢有50米，那水啊，哗从上面冲天而降，就冲到了底下啊。这六兰村呢有3000名村民啊，据他们村长讲啊，他们想办法转移了96%的村民，但是有50、60名村民被困在了村子里。像刚才我们看的那2个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啊，就跑到屋顶上去了啊，等待救援啊。有些村民啊，我估计啊，可能睡梦之中就直接给冲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画面中的小黑点，就是那个水中的人。完犊子啦！我不知道这人呢后来有没有被救下来啊？现场拍着视频都说完了，完犊子了，救不下来了啊！这是那个洪水中间的村民啊，我看到城区里头有些人啊，我估计可能是在大街上走呢，直接就被洪水给冲走了。哎呦，人捅死咧，要緊啊嘛！着咯喎，靚酒假着去睇下，仲驚啊？靚酒，一仔靚啊嘛！靚酒訂啊，六啲豆啊！然后呢，水中间你可以看到有些村民啊，在洪水中啊扒着那个芦苇，然后呢旁边有人在救他啊。由此可见，就这场洪水啊，所造成的人道灾难有多么深。那么昨天的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我也看了啊，那还是一如既往啊。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衡州市，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正在他们缓慢的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他们报道的方式呢，那全都是军民一心，到前面啊去抢险救援啊，然后有很多领导都赶到了现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救人，那都是中央电视台一贯的作风啊。我看当地有个博主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他发这个视频说希望大家都能多转发，让广西南宁啊这次的洪水呢上一个热搜。这2天的热搜，微博的啊，什么世界杯啊，什么韩红啊，基金会啊等等啊，你说这些问题啊，跟这个广西南宁的这洪水比起来，哪个更重要？那显然广西南宁这洪水更重要，但就是上不了热搜。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我是没有看到一个这个村民被冲到大水里头等待救援的画面。那这不是过去我们报道的一贯的路数吗？他们不报，我们就来报。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六兰水库溃坝的故事啊。这六兰水库这次溃坝是因为一场台风。这个台风的名字呢叫做美沙克，它呢是在7月3号左右在菲律宾海域形成的。之后呢就一路向北，7月5号呢是登陆广西，在广西和越南交界那个地方呢就登陆了，然后就一路北上。那北上的过程中就开始下大暴雨我这里有一个数字，说广西宾阳从5号到6号的时候下了713毫米这降水量衡州也就是这次六兰水库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它下了565毫米，确确实实降水量都很大。那么这个六兰水库呢，它呢的库容量是多少呢？是7900立方，坝高有42米很快大暴雨下的水就开始向这个水库里汇集。当地呢也就发现了，在7月5号的时候就发了一个通知，说六兰水库在7月5号22点30分开始泄洪希望这村民注意不要到河道里头去不要河道里去给你冲走了但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到了7月6号的凌晨2点30分，他们呢好像就发现了说那个泄洪也没管用，是这个水位继续上涨，涨到多少米了呢？说涨到了111米，这超过了洪水水位0.91米。所谓的洪水水位就是一个水库你设计的过程中间，一般按照50年一遇的标准，这就叫洪水水位。他说还没有达到这个核准的洪水位。核准的洪水位就是一个水库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库容量，超过这个就要出事了。那当地也就说了准备在7月6号上午6点钟左右的时候开始全开泄洪，也就是7月5号这一天22点开始泄洪，他不知道打开了几个泄洪水道，总而言之没有全开，准备在7月6号上午6点钟的时候全开泄洪水道。那么当地村民就有人讲了，说是8点钟左右的时候那洪水就来了，好像是旁边有一个水库先行就溃坝了。然后9点钟左右这个六兰村的村民接到了通知，就开始转移说是这个通知过来半个小时，这洪水就过来了。那么洪水过来是什么原因呢？据当地政府后来就公布说当时6点钟左右开始全开泄洪也不管用那这个水越来越高最后到上午10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水位就到了116米，就超过了这个水坝的高度。这个六兰水库它是个土石坝，军制土石坝，1958年建的建到1960年。这种军制土坝都是用一种粘土砸的，中间没有混凝土，也没有沥青的隔水层。那么这种水坝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怕漫滴。这个水一旦漫滴过来之后你想这水坝不是个梯形吗？面带水这边有一层是吧，防波堤，然后呢在水坝的后面那一部分呢它也有一层这个防波堤结果这水过去之后它就会开始侵蚀后面这一部分的土石坝的部分，要不了多久这个水坝就会溃口。所以大概就是说不到10点的时候这个水坝开始漫滴了，到10点20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溃口，这个溃口越来越大，然后呢那底下的村民就成了一片泽国，一片汪洋。就洪水冲下去之后那不仅仅是这个就是六兰村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下游一共有3个乡镇，这3个乡镇呢据说有好几万人这好几万人的这个乡镇里头大部分都被这次的洪水给冲过去了。具体的死伤多少，失踪人数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看在现场的画面你看不光有人被冲走了猪有一个那猪圈几十头猪都在水里头游泳呢然后呢市区里头也好不了多少，但市区呢因为建筑比较坚固嘛，一般人没事躲到楼里头它地面上的汽车大家可以看一下被冲得七零八落的那么有的卡车都被冲的我看它翻白了，所以可以看到财产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我看洪水过后有些人家里的地基都已经冲没了。怎么搞成这样子，这么房子
房子虽然没倒，那房子估计也没戏了啊。看着那个村庄啊，满目疮痍，非常惨啊，水火无情。但我从昨天晚上看这个新闻到现在啊，我有几个疑点，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泄洪的时间，7月5号22点30分开始泄洪，没有全开，到7月6号2点30分发现这个水位啊已经到了111米，超过了洪水水位啊0.91米。然后这个时候呢，没有立刻全开泄洪，通知呢是到7月6号上午6点钟才开始全开泄洪，这中间有3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就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已经到了就是超过洪水水位0.91米了，不马上立即开始全开泄洪呢？要等到上午6点钟呢？当然有一种解释啊，可能那个时候啊村民都在睡觉呢，如果全开泄洪，是不是冲到村民呢？就不清楚了啊。当然我看也有专家出来说了啊，说当时这个下大暴雨啊特别大，就算是2点30分立刻全开泄洪，好像是啊这个水位还会再继续上涨，也只能延缓，不太可能继续具体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六兰水库溃坝啊，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没有办法解决。就算当时2点30分立刻开始全开泄洪，也照样会溃坝的。那我们就不清楚了，咱没办法预测啊。但我们的理解是，按道理来讲，你就是2点30分应该立刻全开泄洪啊，为什么没有呢？我们不理解。还有大家可以看一下，村民反映啊，都是早上9点钟左右才接到通知。你按道理来讲，你2点30分，你这个时候已经超过了洪水水位0.91米，你还不立刻通知吗？然后你还等到早上9点钟，那么多村民被困到屋顶上，有的被冲走，那我觉得是失职。那水坝你要是溃坝啊，你说你控制不了，村民通知你总能控制得了吧？为什么有村民有那么多没有被通知转移，直接都给冲到水里头了？那我觉得当地政府啊应该去追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啊，就是这个水坝是建在1958年，1960年建成。那大家都知道，1958年到1960年建的水坝啊，土石坝，这肯定是不太结实啊。当地几年前就把这个水坝列为了并险水库，也就是问题水库，就是这个水库啊有问题，经不起这个大洪水的冲击。所以呢，这个水坝在2023年的时候啊，进行了一次强险加固，到2025年的时候啊，就验收合格了。说这个验收合格之后啊，这个水坝由问题水坝变成了样板水坝，巡查都不用人了，用无人机巡查过程中间保证了这个水库啊，没有问题。说是过去50年一遇，现在1000年一遇都没问题了。结果2025年刚刚验收完，2026年一场洪水过来，这水库就溃坝了。那么我们想问的是啊，那么你2025年这个水坝验收到底是怎么验的呀？你不是说已经变成样板工程了吗？样板工程就这一场洪水过来，马上就溃坝了。溃坝的过程中，你说什么天灾，什么降雨量多少？那你验收的时候，你为什么没考虑这个因素呢？所以我觉得这2点啊，我是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特别不可理解的啊。但是关于这个新闻呢，我其实啊没太想局限于这里来讲啊。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六兰水库它的建设的时期是1958年，建成是1960年。1958年是什么日子啊？大家都知道大跃进。大跃进期间啊，可不得了啊！他在中国啊，可是建了一大批啊这个并险水库。什么背景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跃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老毛那时候头脑发热，是不是搞人民公社，要赶英超美炼钢？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钢怎么办呢？家家户户把那个锅都砸了去炼钢嘛，就炼出来都铁疙瘩也没什么用啊，非常疯狂。然后农村就开始放卫星，说亩产呢开始增长，1000斤、5000斤、1万斤、5万斤、10万斤。说亩产能长那么多，老毛那个时候呢，觉得不得了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啊。他想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呢，那他必须要有经济成绩，所以在国内就开始搞这个大跃进。老毛当时不是去河北的徐水县吗？徐水县的人说亩产10万斤，老毛当时愁，他就问当时这些人说这粮食吃不完，你们怎么办呢？
那老百姓就说我们吃不完酿酒，老毛说酿酒也喝不完，是吧？老毛就说可以换飞机，想想那荒唐的年代啊。那当年老毛啊在搞大跃进的时候，他是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搞大跃进。你比如说除四害，全中国人民去抓耗子、打麻雀，把麻雀这个物种啊差点给灭绝了啊。在水利领域内也是如此啊。所以1957年的时候啊，当时中央在9月14号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文件，说利用农闲时期啊，全国各地开始修水库。修了水库之后啊，那你就没有天灾了吗？水多一点再拦到水坝里头，然后到夏天咱们有粮食要生产的时候还可以灌溉，对吧？想当然的嘛。于是乎在1957年的时候，中央就发了这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都开始兴修水坝。那北京当时也开始修啊，北京的密云水库和13陵水库都是那时候修的。13陵水库特别典型啊，1957年9月14号，中央不是下达这个决议吗？号召全国各地开始修水库吗？1958年的1月4号，北京市就批准了13陵水库的修建计划。到1月12号，指挥部就成立了。1月21号啊，这13陵水库就开始破土动工了。从设计图纸出来到破土动工啊，一共不到1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就开始搞万人大会战啊。当时解放军呢，包括周边的农民呢，日夜就开始挑土方，到那地方开始兴建13陵水库。说兴建过程中间啊，有一个死命令，说必须在6月30号完工，因为6月30号汛期来了，要完成蓄水啊。但是到了4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进度就有点跟不上，那中央就有点着急了。老毛当时就亲自下命令啊，6月初，所有北京的部级干部啊，都要到13陵水库啊，义务劳动1周。老毛也去了，周恩来也去了啊，都自己拿个铲子。那老毛他们一去了，那还得了啊？那当时北京周边啊，说一天就上了10万名解放军，周围的老百姓也是上去了啊。说最多的时候一天啊，20-20万人在那会战啊，一天就挖5万立方的这个土石方，那24小时不停啊，就人可以3班倒。最后就生生在6月30号啊，完成了13陵水库的蓄水。当天晚上在现场还搞了文艺演出啊，犒劳对方啊。那在这个13陵水库的号召之下，全国各地开始纷纷的修水库啊。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啊，到2008年的时候，全国一共有多少个水库呢？是86353座水库。这86353座水库中间，建国之前建的是1223座，其中建国之后建的是85130座。那么在这85130座里头啊，1958年到1965年期间，就建了45410座，也就是说，有60%的建国以后建的水库啊，都是在1958年到1965年期间建设的。这其中有大型水库是523座，但那个时期啊，整个建水库的过程中间啊，都是瞎胡闹，没有什么设计图纸的。像北京的13陵水库还有设计图纸，全国各地一拍脑袋就开始建了，别说设计图纸了啊，有的地方连水文条件都没有搞清楚，就是整个清基都没有搞清楚啊，直接拉着老百姓就开始建水坝，那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如果你要是没有搞清楚水文条件，这个水坝很容易就出问题啊。而且当时建的水坝基本上全是土石坝，快啊，大家把土往上堆积就行了。所以全国当时一共建了这个4-5万座，大致都是这种水库啊。但是后续马上就出了问题，因为这些水库啊，有些当时就烂尾了，建着建着是吧，就建不下去了啊。大量的水库建好之后啊，当时还有一个理念，要重蓄水啊，轻防洪。所谓重蓄水就是什么呢？建这个水坝主要是把水啊憋起来，然后呢，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灌溉嘛。至于这水坝的防洪功能啊，几乎都没怎么考虑，所以很多水坝修的过程中就没有防洪渠，没有防洪水道，然后包括那泄洪的那个管道啊，越修越少。那么由此就带来了新中国历史上非常大的一起人祸，就是1975年8月的板桥水库事件。这板桥水库事件啊，被人家国外评啊，就人类历史上10大人类自己创造的灾难，跟切尔诺贝利啊相提并论，实际上比切尔诺贝利还可怕。切尔诺贝利没死多少人呢，但是板桥水库啊，那么公布的保守数字啊，死亡是10万人，有人说估计是死亡20-30万人呢。
跟南京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一样啊。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板桥水库也是1958年啊大跃进的时候建的，就是普通的土石水坝。但是在1975年8月份的时候啊，有一场台风叫尼娜台风。这尼娜台风啊，确实比较厉害啊！你想想，河南驻马店地区啊，那离这个海边都很远了。这个台风一路北上啊，最后就在那下了暴雨，说降雨量啊，说一天之内达到了1000毫米，创造了中国大陆啊有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记录。那么由此啊，就是板桥水库这周围啊，一共有62座水坝。这62座水坝大部分都是58年到62年期间修建的，大大小小的水库啊。这个时候水位就越涨越高，当地啊就当时向中央紧急请示啊，说谢洪啊派的这个紧急呼救这一个摩尔斯电码，就说在板桥水库当时已经10万危机了，请求谢洪。当地的解放军赶到现场之后，在天空上打信号弹，提醒周围的老百姓撤离啊。但是下着大暴雨，老百姓也没人看啊，深更半夜的。后来这个板桥水库啊就一下子溃口了，决堤了。决堤之后，它灾难性就在哪儿呢？当地因为大大小小的水库啊都是连环相修的，你这上游的一个水库垮趴了以后啊，冲到下游的水库，你想想能经得起这么大的洪水吗？紧接着下游的水库呢也开始溃坝，说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啊，一共有58座水库连环溃坝。那你想想造成的这个洪水的规模就大了啊！据说当时的洪水的这水峰啊有7到10米。在这个板桥水库的下游啊，有一个村子叫文成公社。这文成公社一共只有36000人，它离这个板桥水库最近。这个板桥水库的洪水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村庄当场被淹死9600人，其中有226户绝户了，就一家人都被灭门了，全死了。那么整个就是这个板桥水库造成的连环溃坝，把当时的京广线直接冲毁了。火车都给冲到了几百米远的地方啊，那京广线的那个铁轨啊，都给冲成了麻花段。那整个灾区的受灾人数有多少呢？有1000万人，有400万人呢被围困在洪水中。那么有些人呢是直接被淹死的，淹死的也不少啊。但是啊，有很多村民呢，这些灾民呢，他不是直接被淹死的，他当时洪水来了之后，那么很多人就扒在电线杆上，有的扒在房顶上，有的扒在树上嘛。那没有吃的呀，那当地怎么救灾呢？当地就在旁边呢水势高一点的地方啊，就撂大饼，撂大饼之后拿那个直升飞机往外扔。你想直升飞机也扔不准，就只能扔到水里，对吧？那当地的老百姓就从水里头捞出来这个饼就直接吃。但你想想，那洪水啊中间啊，那人尸体就在那里头泡着，死亡的牲畜就在那里泡着，还有粪便，所以那个水啊，实际上是充满了各种污染啊，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饼之后啊，就开始拉肚子，拉肚子就在树上啊，也没人救啊，所以几天过去，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灾民啊，从树上往下掉，所以洪水淹死一大批人，在救灾过程中间又死了一大批人。当地政府啊，第一时间统计的死亡人数据说是86000人，后续就不再统计了。所以关于这个758大洪水板桥水库溃坝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是个谜。官方公布啊那数字啊，说死了26000人，但是呢，当时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统计说是86000人，说有人估算说死亡人数大概在20万到30万，但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永久之谜。因为当年啊媒体不发达，也没有这个自媒体啊，有人拍照没有。但是当时啊，中央有个领导坐着直升飞机，在整个板桥水库的上方开过去的时候啊，我看当年凤凰卫视做的一期节目啊，说一片汪洋中间啊，那些嗷嗷待哺等待救援的老百姓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共产党对不起这些老百姓啊。那么这个板桥水库啊，归根结底就是1958年，当时啊违背自然规律啊建的这些并选水库所造成的恶果。改革开放之后啊，那这些并选水库的问题就逐渐集中起来了。进入2000年啊，水利部啊就制定了一个中长期计划，从2007年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整治这些并选水库。那有些水库不能用了，就直接把水给排空了。然后呢，就开始分批啊，从大中型水库
到小型水库啊，就开始慢慢的国家开始投钱开始整理。2014年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文件，《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管理办法》。到了2020年呢，水利部那有个部长啊，当时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国家专门拨款，说是发改委和财政部一共筹集了1500亿资金啊，在未来5年的时间里呢，准备把这些所有的并检水库啊全部除险。这钱呢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来分担。2022年的时候呢，又专门针对2.6万座小型的这个并检水库啊，又出台了一个管理办法。反正总而言之，目标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全部除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六兰水库为什么是在2025年验收。我猜啊，这肯定跟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啊，就说2025年全部除险有关。所以这六兰水库据说是搞了2-3个亿，然后呢就开始花了2年左右的时间进行除险加固。但没想到啊，除险加固的结果，现在人家台风来了之后，这个大坝一夜之间就漫地溃坝了，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这六兰水库啊。那么我在今天啊讲完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今天大家经历的这场苦难，实际上就是66年前老毛当时搞的大跃进埋下的祸根，埋下的种子。当时啊不尊重自然规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那么他所留下的这个隐患啊，直到现在的中国人还在慢慢的承担这个后果和代价。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那些不尊重自然规律啊所制造的这些祸根，它有的时候它不仅仅啊就祸害他们当代，有可能也是祸害子孙呢。所以啊，这个新闻呢，其实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新闻本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性的场景，大家可能更多的要想到的是，就是66年前那场灾难，它到底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全中国人民一起疯狂跟着老毛去干这种荒唐的事情？如果这个思想和根源不进行反思的话，那么类似的灾难我们可能还会重蹈覆辙。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謝謝各位。過呢度仔，路蘭已經甩咗你咯。係兩個，可以攔啦，咪兩個。完犊子啦！你cháu cả trường ơi, thấy à? Cháu đi cháu tiền à? Tục tiết đạo à? Người hú điều kiểu, cái này nó bằng lâu. Cái này mình trăm người bằng lâu. Cái lòng nó không phải mà. Cái này nó còn mất rồi. Cái này nó còn, cái này nó còn. 綠南望興配奶個紅水，跟住你睇你省嗰啲去做乜睇我，跟住就可以解一樓係已經完個險就係啦。